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一个平平无奇的工作日，平静的写字楼里突然出现了一场忙乱，空气里仿佛也充斥着紧张和焦躁的气息。楼层间走廊上，熟悉的同事和陌生的穿着白大褂医护人员打扮的人连走带跑，往来不断。不明就里的人也纷纷地从自己的办公室门口探出头来，直到看到有人戴着氧气面罩被担架床推走。原来刚入职没几个月的小鱼，上班时突然倒地，同事们患之不省，连忙打急救电话，赶紧送医院了。其他办公室的同事听了诧异不已。小鱼是一个刚从学校进入社会的小伙子，平时开朗活泼，活力四射的，和任何一个20多岁的健康小伙没有什么两样，看着也不像是个有病的样子，怎么就会毫无预兆的就倒地不起呢？快中午的时候，一起跟着救护车去医院的同事传来消息，小鱼终究是没有救回来，去世了。而医生给他的死因是急性心肌梗死，大家听了更觉得意外和惋惜了。一个大小伙怎么就心梗了呢？最后从参与抢救的医生那里了解到，小鱼之前体检就是血脂超标，但他却觉得体检报告上有几个小问题没关系，一直不当一回事，这才出现了急性心肌梗死。原来血脂高就会心梗吗？一旁的同事听后议论纷纷起来，尤其是几个同样血脂超标的也很担心。其实血脂高并非没有征兆，特别是眼睛上有这几种表现的人，猝死风险可能会增高。一、什么是高血脂？高血脂有哪些危害？从发病风险的角度来说，心肌梗死未必是因为高血脂，但是高血脂是完全可能导致心肌梗死的。此外，高血脂还是冠心病和高血压以及中风的危险因素。俗称的高血脂，正确的学名其实是高脂血症，也被叫做血脂异常，一般是指血液中的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升高的情况，其中也包含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日常的饮食中脂质类摄入过多以及脂蛋白合成代谢过程异常都会引起血脂异常。从医学定义上来说，成年人空腹血清总胆固醇高于 5.72 毫摩尔每升，甘油三酯高于 1.7 毫摩尔每升，就属于高脂血症。其实健康人在食用肥肉或者是高脂肪的食物后，血脂都会升高，这是正常的现象。经过1到2天的代谢又会恢复，只有在长时间的血脂升高，而且在3天以上低脂饮食后，血脂仍然偏高的，才会判断为高脂血症。通常高脂血症的患者并不会出现明显的不适症状，也因此会放松警惕，在生活中不加注意，尤其是像上文中小鱼这样平时看起来健康的人，可是一不留意就会踩到了高脂血症这颗地雷。对于人体健康来说，这颗地雷不仅是导致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也是会对全身各器官造成危害的代谢性疾病。前期高脂血症会令人体现出健忘、头晕、易发、睡眠质量下降、胸闷气短等的症状，继续发展就开始危害身体各脏器。首当其冲的是血液中的粘稠度上升，使血液流速缓慢，使多个部位血管出现内皮损伤，脂质成分开始在血管壁上沉积，造成动脉粥样硬化，血管也日趋狭窄，从而诱发心绞痛、冠心病等，增加急性心梗的风险。如果动脉粥样硬化位于脑血管，则会令脑血管供血不足，引发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脑溢血、脑血栓，甚至是大面积的脑梗。轻则令患者活动能力受限，语言表达不清，重则出现死亡。长期高血脂患者，脂质就会在肝脏沉积，导致脂肪肝，并不断的加重症状，直到发展成为肝硬化。
而高血脂与肾脏疾病则是一个互为的因果关系。高血脂导致的血管中央硬化，如果出现在肾脏，就会引起肾脏血管狭窄，使肾脏供血不足，渗透压增高，对肾脏健康造成损伤，出现肾功能不全甚至是衰竭的情况。反之，有些肾脏疾病如肾病综合症也会引起血脂的增高，不过这种时候则需要以治疗肾病为先了。此外，除了各个脏器，高血脂对于眼部的危害同样是不容小觑，甚至从眼睛的种种表现都可以直观地察觉出血脂的异常。那么高血脂的人眼部会有哪些变化呢？2. 眼睛上有这3种表现的人，猝死的风险可能增高。眼睛是我们身体健康的晴雨表，以高血脂为例，就可以清晰地从眼部读懂它所释放出的预警信号。1. 高血脂的患者首先会在眼睑处长出黄色瘤，又称为睑黄疣，这是一种淡黄色的小皮疹，一般出起于眼睑内侧，从米粒大小可发展至占据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上眼睑，这尤其在中老年妇女中最为常见。黄色瘤的出现主要是因为高血脂引起的胆固醇在身体内大量的沉着，这些胆固醇被细胞吞噬后，就会形成各类型的黄色片状物，而眼睑黄色瘤恰是其中最为常见的一种。2. 其次是老年环，又名角膜环。部分高血脂患者的眼球黑白交界处就会出现一层薄薄的灰黄色或者是灰白色的环状带，还有患者会出现角膜或者是晶体混浊的症状。这些老年环最初出现在角膜周边的后弹一层，往往先由下部往上延展，可能会经过10几年的发展，直至形成一个整环，主要是由胆固醇、磷脂和甘油三酯的沉积物形成的。因为在角膜上没有血管，营养物质需要由角膜缘的巩膜上的血管来供应，因此角膜是血液循环中异常物质最易沉积的部位。老年环正是由血液中过多的脂质逐渐的在角膜缘沉积而形成的。最后，长期的高血脂的患者还会出现视物模糊的症状，这是由于脂质令血液粘稠，流速缓慢后，未能及时的供血供氧，导致视神经与视网膜缺血缺氧所引起的。当眼睛已经给出了预警的信号，严重时可致猝死的高脂血症，又该如何的防治呢？生活中我们应该怎样控制好自己和家人的血脂呢？3. 生活中如何更好的降血脂？首先是通过饮食的调节，应该减少脂肪与胆固醇的摄入。生活中应尽量的保持低脂饮食，尤其是血脂已经偏高的人群，不要吃肥肉、蛋黄、动物内脏等的食物，可以瘦肉、海鱼、虾类等的代替。烹调用油最好选择植物油，而且每次的总量以不超过30克为宜，尽量不吃糖果等含糖量高的食物。其次就是限盐与增钾。很多人可能忽略了一点是，其实血脂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摄入的盐分偏高，造成钠摄入超标的情况。钠进水可引起血管壁收缩，甚至是水肿，引起水潴留、动脉硬化等的症状。所以食盐的摄入应该控制在5克以内。此外，有研究表明，随着人体内含钾量越高，患有高脂血症的风险也就越低。因此在限盐之余，可酌量增加含钾食物的摄入。另外，饮茶也不失为一个风雅又健康的事情。茶水中的丰富矿物质和维生素 E、C 等都可以促进人体代谢，其中的维生素 C、E 都能够降低人体内胆固醇的含量，减轻脂肪的沉积，使血脂得到有效的下降。最后就是戒烟限酒。大量的实验数据证明，
抽烟饮酒都会加重高脂血症的病情，使血管中的高密度脂蛋白含量降低，提高了患者出现严重并发症的风险。另外，进行适度的运动也是增加人体代谢、有效降低血脂水平、显著改善血液粘稠度的一个省钱良方。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可以坚持的运动项目，如慢跑、打球、做操等，作为长期可行的降血脂辅助的手段来做。总之，高脂血症是目前一种较为常见的病症，虽高发于中老年和超重人群，但是年轻人血脂高的也不罕见。因大多数患者在平时没有明显的不适，但由此导致并发症却危害极大，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